這裡有一家蠻漂亮的店啊，就是在这个2楼，这是一家餐厅，这是一家应该是咖啡店吧。那这种住宅呢，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叫管式住宅。来这里旅行的这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啊，特別的多。不知道是因為這個街道比較窄呢，還是什麼原因啊？我感覺它這裡的老外遊客可能比上海還多。這個兩邊呢，經常會有遊客坐在這裡啊，小酌一杯，是1元人民幣3900塊越南盾。大家好，我現在人已經到了河內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就住在正前方這棟白色的酒店裡面。那這個酒店呢，它的地理位置是相當不錯的，就坐落在河內的老城區裡面。老城區這一帶相當有味道。它是結合了越南本土的風土人情，再加上曾經因為法國殖民地嘛，所以這裡呢還留下了很多法式風情的這種老建築啊。今天帶大家一起來逛一下這邊啊。現在呢，這裡成了非常著名的旅遊景點了，旅遊區域了。因為這一帶呢，他們叫做36行街，有36條小街道。每一條街道就非常的窄啊，你看，然後呢，不斷的有摩托車穿行啊，還有那個小汽車穿行，你看，現在又有一輛汽車過來，非常的擁擠。然後沿着街道兩旁呢，開出了各式各樣的小店啊，哎，像我旁邊就有一家服裝店，還有這種小商品店啊。這種店呢，在90年代的上海就很多啊，現在就很少了，就可能我小的時候就非常多這種店啊。最多的還是餐廳，啊，像我正前方就有一家專門吃越南美食的餐廳。那這邊呢，基本上都是有英文的標示的。那這邊的遊客是非常多的。走路的時候要小心一點啊，時不時有摩托車從你身邊飛馳而過。看我右手邊又是一家。這是一家應該是咖啡店吧，看裡面的這個食客還是挺多的啊，非常的愜意。在河內的老城區隨便走走呢，你就能發現在街道的兩旁全是這種帶有法式風情的老住宅。那這種住宅呢，他們也有一個專門的名詞，叫管式住宅。你會發現它的開面就特別的窄。據說當年法國殖民時期呢，當時法國人對這個開面的寬窄度呢是有要求的，如果是比較寬的話，是要徵收額外的稅的。那所以大家為了避稅呢，就是把這個房子呢就往窄了收。但是這種房子呢，它的縱深啊是非常深的。而且一般呢也都蓋得比較的高。老城區裡面基本上都是這種非常古老的房子。這個房子差不多都是在上世紀20年代甚至更早一點時候建造的。到目前呢基本上都要有100年甚至超過100年的歷史了。來這裡旅行的這個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啊，特別的多。因為這個地方呢，確實蠻有風情的。你看這裡啊，就是摩托車、行人、遊客啊，時不時的還能有一部4輪車子從你的身邊經過，非常的熱鬧。啊，甚至有點這個交通有點擁堵啊。這2天我在這個老城區行走，我就發現歐美的遊客特別多。不知道是因為這個街道比較窄呢，還是什麼原因啊？我感覺它這裡的老外遊客可能比上海還多。到了晚上呢，老城區有幾條街道，它是叫做酒吧街，
晚上特別熱鬧，就是這些酒吧基本上都是坐滿了這個喝酒的人，一些食客。昨天呢，因為晚上我在那邊稍稍的兜了一下，我就發現那邊人流量是比較大的。看前面這一棟，又是非常典型的越南管式住宅，非常窄的開面，鐵藝的欄杆，然後門是木質的。雖然看上去已經相當斑駁了，但是它非常有味道的這樣一棟老建築啊。在這老城區，大多數都是這樣子的。你看前面這些，有一些是保持得非常好，有一些就真的非常老舊了。馬路上呢，還會經常看到這種算是3輪車吧，這是一種觀光車，你可以它是隨時揽客的，可以花錢坐的。那我刚刚呢又在這裡換了一點錢，目前這一家呢應該是匯率最好的一家了，是1元人民幣3900塊越南盾。那我在友誼關那邊，就是廣西段呢換的那個匯率，就是在個人手裡換的那個匯率，其實也不錯了，3850。我在其他地方也問過啊，3700的也有，3840的也有。那目前這一家呢是最划算的。這條街道特別的熱鬧，現在是傍晚的5點半。其實現在不算最熱鬧的時候，要到晚上傍晚，一直到可能要到凌晨啊，就這一帶是非常非常熱鬧的，尤其是酒吧裡，可以說是擠滿了人。那這條街道兩旁呢，也都是美食啊，然後每家店裡面呢，都有一些服務員在馬路兩旁攬客。那這裡呢，真的是河內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的嘈雜、擁擠、熱鬧，遊客多。然後這一邊的交通怎麼說呢？我覺得，就是你要時常的前後左右的多看一看啊。哇，這家店音樂開的，好響啊！你看它這邊呢，已經有一些顧客坐在馬路邊用餐了。這裡似乎是蠻熱鬧的，再晚一點這裡會更熱鬧啊！要到了天黑的時候。往前走還有啊，往前走這一排馬路好像更小了，而且它這邊的馬路並不是每一條街道都有紅綠燈的。那沒有紅綠燈的街道呢，你就要多觀察了，車子實在是非常的多，摩托車呢開得也比較的快啊。這個兩邊呢，經常會有遊客坐在這裡啊，小酌一杯，吃點喝點。哇，我又走到了一個路口，然後這裡有一家蠻漂亮的店啊，就是在這個2樓，這是一家餐廳。現在快接近天黑了，然後我發現出來覓食，然後來逛，就是類似於 City Walk 的人是越來越多了。我們往前走一下，它現在這邊的擁擠程度啊，讓我就想起了，就是80年代、90年代的這個國內啊，特別是浦西老城鄉那一帶啊，那個時候就是還有很多老房子，馬路呢也是很小的，然後還沒有拆遷，然後就是這樣，生活氣息非常的濃厚，然後小商業。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電商，都是這種小商品店，然後都是沿街的店鋪，生活氣息非常濃的，就有點，雖然這個房子並不像我們那邊的那種老房子啊，就老房子各有千秋嘛，就不一樣，但是這個熱鬧程度，這個交通的擁擠程度，真的跟90年代的上海還是有點像的。上午游客出來的比較多，然後中午
中午到3點鐘這一段時間呢，遊客就少一點了，因為也比較的熱。那到了4、5點之後，遊客又出來的多了，因為慢慢的就不是那麼的熱了。然後呢，街道两旁的這些酒吧啊，慢慢的就是人会越來越多，人氣就旺了，逛起來也比較好逛了。哇，這家店也特別漂亮。從下午3點鐘一直逛到了晚上，現在是7點半了，晚上的7點半。晚上的河內呢開始下起了一點點的小雨啊，但是這個雨也不算大，不撐傘也沒有太大的問題。我看我右手邊有2家吃日料的，生意也挺不錯啊。到了晚上呢，這個老城區裡面就會交通管制，小汽車呢都是不允許開進來了。哇，這個街角也有一家這個酒吧，也可以吃那個漢堡。這裡晚上的夜生活是非常豐富的。那這邊的鐵柵欄都已經攔起來了。就，小汽車不能進了，連摩托車也很少啊，因為它晚上就是給這個遊客閒逛用的。看看我左手邊這2家，這裡也有一些酒店，有一些精品酒店啊，因為這裡的面積真的是非常的有限，就沒有辦法做很大的酒店。但是這裡的精品酒店呢，通常就是很受遊客的歡迎。那我也是住在這片老城區裡面。這裡有一家水果店啊。哇，雨開始下大了。好了，那麼我們今天逛河內呢，就到這裡結束了。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那麼我們就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